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今天你看我前面有多种青菜，今天是要来跟大家分享，把这一些常见的青菜如何用简单的方式让它变成不平凡的美味。第一个高丽菜，我今天高丽菜我只要炒1/4颗就好。好，再来把菜心去掉。之前我都有讲过，菜心你可以冰冷冻，煮汤的时候当高汤下去熬，熬完丢掉，你的汤就会很清甜。然后呢，它的营养也会在汤里面。再来是高丽菜，建议大家你可以用剥的。然后现在有个重点来，就是梗的地方。梗的地方，相信很多人在炒，因为叶子比较快熟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人炒到梗的地方是有炒不透生味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来，我们先把叶子挑起来，梗另外分开，再来不用把它切多细，只要把梗不要变那么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高丽菜叶子跟梗的部分洗干净之后，爆香料，看你是要姜还是蒜头都可以。炒高丽菜，我自己很喜欢加豆皮下去炒，豆皮热水汆烫过，让它的油少一点，但是汆烫过还是会有油，所以你拿来跟高丽菜炒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因为说真的，炒高丽菜油多一点点会比较好吃，我就直接用剪刀剪一剪就好了，比较快。再切一点辣椒，你也可以不用，这种辣椒不太会辣，它只是提味，加一点点下去炒出来的味道，我觉得蛮开胃的。好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一点点就好，半根。锅子先预热，加1.5大匙的油，先爆香蒜头。一开始爆香的火就不要太大，中火就好。在炒高丽菜，我觉得爆香料很重要，不管你是蒜头或姜，一定要把它爆到金黄色，味道出来，这样子你这一盘菜味道会很有层次。诀窍在这里，转金黄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赶快先把这个梗先下来。高丽菜梗它有它一个特殊的香气，所以你先炒过，它也比较快软化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会先加水，大概3大匙。这个时候转大火，叶子的部分全部下来，刚刚的豆皮也下来，全程大火啊。来，这里你会发现哦，你把梗分开切炒，它在软化的速度很快。第二个重点，高丽菜炒到软化后再下调味，你炒出来高丽菜味道比较好，还有颜色比较不容易变黑，这也是重点哦。盐1/2小匙，如果你家里有吃味精的习惯或者烹大师，你们就可以加一点提味。那像我的习惯，我大概放几颗冰糖提味就好。好，基本上现在已经差不多熟了，最后再把辣椒加下来，辣椒下去拌几下就可以起锅了。我在炒高丽菜，我自己的习惯，我不喜欢水加太多，所以大家可以看我炒出来高丽菜汤汁没有很多，但是没有因为汤汁少而让高丽菜太干，或者是烧焦，或者是颜色太深之类的问题。所以拿捏好下菜的时间是重点。再来第二个芥蓝，芥蓝菜我看超市啊、量贩店啊、菜市场横年都有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菜不好吃，炒出来会涩，炒出来会苦，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这个炒法可以把涩跟苦把它破除掉，让你的炒芥蓝变得很好吃。这个芥蓝要处理来先把头切一点掉，这里一定都会比较老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叶跟梗分开，叶子的部分直接用手撕就好了，比较大叶的撕对半，小叶就不用撕了。好，再来是梗的部分来直接手这样轻轻折，把它剪整齐，切刀这样子切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芥蓝菜你觉得会涩、会苦，主要是在梗，叶子的部分没那么严重。如果这个梗没有把它切开，比较容易吃得到下的靠杠，就在这边。这里不用担心，不用切很细，你只要把它切开就好了。来，一样切一点蒜头，还有一点辣椒，辣椒也是做颜色，不加辣可以不要加，没关系或是你要改加红萝卜也可以。第二个让芥蓝菜炒出来更好吃的方法，你可以加入一些油脂比较丰富的肉类，比如说像我现在拿的五花肉、咸猪肉、腊肉都可以。那我是用五花肉啦，因为五花肉家里取得比较方便。猪皮去掉，因为快炒后的猪皮会很硬，所以我建议切掉。切掉后的猪皮可以干嘛？一样留着冰冷冻，跟刚刚的高丽菜心你可以冰一起，熬高汤煮汤的时候可以丢进去，增加它的胶质还有甜味。五花肉大概切0.3公分的薄片，来切好的五花肉放在碗里，
加1/3小匙的盐，1/3小匙的胡椒盐，市售胡椒盐，你要白的、黑的都没关系，就这2样抓一抓。五花肉跟盐抓的同时会产生粘性，会让五花肉保水性更好，口感也会提升。那抓胡椒盐是等一下在干炒的时候，它会有个香气，抓到你感觉整坨五花肉它有粘性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锅底加油1大匙，蒜头先下来爆香，冷油下没关系，冷油反而比较安全。来，先用中火把蒜头爆香1分钟，蒜头还没上色哦，把五花肉倒下来炒五花肉。好，五花肉下去，用中火炒了1.5分钟。这个时候你会看五花肉的油慢慢逼出来，稍微上色了。芥蓝菜梗这个时候先下来炒。现在都还不要加水哦，我现在都还是保持中火。菜梗下去，用中火炒了40秒。这个时候加大概2大匙的水下来，芥蓝菜顺着加下来。这时候转大火，全程大火了。来，你有看到芥蓝菜的叶子已经软了，这时候不要关火，调味盐1/2小匙，一样冰糖几颗就好了。调味下去，辣椒也跟着下，调味料辣椒下去，炒了大概也是40秒就可以关火，起锅。炒芥蓝菜完成。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哈，记得在炒任何绿色叶菜类调味料都最后加，你的菜炒起来颜色才会漂亮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调料下去，菜炒起来容易颜色暗沉。你真的可以试看看，我讲的这个方法是我的经验跟你分享。第3个龙须菜，龙须菜呢，它其实最嫩的地方是在前面，那这里都会浪费掉。有方法让它可以不要浪费那么多。前面这个梗又嫩又脆，好吃的方法，好，今天我分享给你。你就前面这里把它开叉，然后整个这样子撕下来，出现的地方有一些已经手工把它撕掉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比较嫩了。再来龙须菜，切小段，这个大概3公分，3至3.5公分都没关系。装盘的时候我会把梗跟叶分开。那龙须菜它的口感会比芥蓝再涩一点，所以在炒龙须菜哦，有些你看它凉拌，它会用美乃滋炒，或者是炒有油脂的肉类。那像我就会炒咸蛋跟皮蛋，有一点这个蛋在里面润滑它这个菜的口感。咸蛋1颗，咸蛋把它切丁，小丁状。皮蛋跟咸蛋也是切一样，切小丁状。不吃皮蛋朋友你可以不用加，没关系。来一样切一点蒜头爆香用。锅里加1.5大匙油，冷油先把蒜头放下来。来，蒜头中火爆香40秒后，皮蛋、咸蛋先来炒，继续保持中火。那你等一下会看到冒很多泡泡，没关系，那正常的，一定要把泡泡炒出来才会香。好，皮蛋、咸蛋下去炒了40秒，泡泡都出来了。刚刚的龙须菜梗先下来。先不要加水，先干炒一下，因为菜梗的部分哦，它的生味比较重，炒一下把那个味道炒掉，再加水。这一道的水我会多一点，因为有加皮蛋、咸蛋，所以我会稍微多一点水下去烧，200cc 的水。水下去之后转大火，这里有个关键，先把龙须菜的梗稍微煮软一点，你吃它是脆软脆软的，煮到这样的口感，你吃整盘的龙须菜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一盘菜很嫩，很好吃，诀窍在这里。来，菜梗下去，大火煮2分钟，然后你会看到颜色翠绿，这个时候你的菜梗已经软了，菜叶这个时候下来。好，菜叶下去，全程大火炒了1分钟，菜叶软化了，开始调味。因为这里有咸蛋，所以盐只要1/3小匙就好。然后一样，冰糖下个几颗下来就好。有炒咸蛋的哈，加一点白胡椒粉，准没错，香气比较香。胡椒粉1/3小匙，继续大火炒。好，拌炒几下，重点是冰糖融化了就可以起锅。金银蛋龙须菜完成。第4个青江菜，台语讲藤虾菜，这个便当店自助餐最常见的。那我看蛮多人不喜欢吃，因为那个梗，看那个梗大家就不喜欢，觉得会涩，有的甚至会苦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教你一个方法，青江菜洗干净之后，把头
给切掉。切掉之后，来你找中间点梗跟叶子的地方切开。我们先来处理梗，梗直接切细刀。那叶子的部分很简单，你就稍微把它剪整齐，然后卷起来。 直接这样子切成细丝。如果你刀工比较没信心的朋友，你切粗丝也没关系。好，再来是金针菇，切对半。好，辣椒我有加一点做颜色，也是提味。这里简单切就好，直刀，你切薄一点。辣椒就跟青江菜叶先放一起，因为这一道菜炒的时间非常的短，所以调味料先放在菜叶这里。盐1/2小匙，来一点点胡椒粉，胡椒粉1/3小匙就好。 蒜头，你看你要切薄片、颗粒都没关系，最主要爆香好爆就好。油1.5大匙，蒜头先下来，来爆香一样是中火。那这里呢，炒到金黄一点，因为这一道菜速度非常快，整盘炒好，菜下去不用1分钟就起锅了。所以蒜头的香气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你没有这个蒜头香气，你整盘青菜吃起来就像烫青菜一样，没味啦。已经转金黄色，先下金针菇。好，再来把青江菜梗加下来。 转大火，这一道不用加水，因为青江菜梗我们切细了，它炒下去水很快就跑出来了。还有金针菇也会生水，菜梗跟金针菇下去，大火炒20秒之后，菜叶赶快下来。菜叶下去之后，继续保持大火，赶快不停的搅拌，因为菜叶比较容易纠结在一起。 所以你一定要把菜叶慢慢的推开，再慢慢的把菜梗给推进去。好，菜叶下去炒30秒，不要超过哦，因为超过就太熟。关火，起锅。炒青江菜完成，是不是看起来不像青江菜啊？而且相信我，这一个菜的口感非常的好，你拿给你的家人朋友吃，如果你不要跟他讲。 他一定要吃上好几口才会知道是青江菜。最后一个空心菜，相信也是很多人很头痛的一道菜。怎么说呢？它很容易变黑。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我们只能让它延缓它变黑的时间。可以参考的方法看看。先把头切掉，头的部分我会差不多切2公分左右。好，这里切掉，一样把梗跟叶分开，长度切3公分左右。 叶子也一样，好，3公分左右。炒空心菜哦，除了清炒、腐乳、虾酱，好这3种常见的之外，炒酸菜也很对味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酸菜呢，用这种整颗的，剥掉、洗干净、烫过，大概切跟空心菜一样的长度就好，切细丝。 酸菜我建议烫过比较好，因为烫过它的里面比较咸酸的味道，甚至涩味比较容易烫掉。用泡水的要泡很久。再来一些蒜头，蒜头就随意啊，你要拍、要压、要剁细、剁碎都可以。空心菜比较特别，盐先加在菜叶里面1/2小时，因为它炒的时间很短。来，油1.5大匙，蒜头先爆香。来，用中火炒蒜头大概20秒。 稍微上色，因为我们还要炒酸菜，不要炒太上色。这个时候酸菜加下来炒，把酸菜的香气炒出来。酸菜下去一样炒20秒。来，这个时候100cc 的水加下来，冰糖加几颗下来。这时候转大火煮一下，把酸菜的酸香会煮在这个汤里面。好，大概煮个15秒左右吧。菜梗先下来，菜梗下去开始拌炒。 菜梗下去，大火炒1分钟。你看菜梗有稍微软了，菜叶赶快加下来。菜叶下去就要赶时间喽，赶快翻面，让它均匀的受热。好，起锅前辣椒，好，辣椒下去，大火拌也差不多15到20秒，关火。起锅，一盘翠绿亮眼的炒空心菜完成喽，加酸菜。 开胃清爽，而且还有一个重点，加酸菜也会让空心菜延缓它变黑的时间。今天的炒青菜，你有学起来吗？这些都是大家常见常吃的，简单的变化就可以让你在做青菜的料理有更多不一样的口味哦。